天阳神医可是出了名的神医，他治不好我爷爷，难道你能治好？我确实能治。哼，少信口开河了。你要是能治好我爷爷的病，你要什么，我们家都给得起。1分钟的事儿。哎，你们谁有风油精？我有。好，谢谢。爷爷，你要了我爷爷的命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等5秒钟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住手！爷爷。红儿啊，你已经跟着为师修炼了10年了，想要得道成仙，须得了却因果。在你年幼的时候，为师给你定下了一份婚约，他就是叶氏集团的总裁叶欣然。未婚妻叶欣然，快去吧。哎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好不容易下山，我要先吃饱了，再去叶氏集团。站住！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这里不是餐厅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吃饭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快滚！要是破坏了周少的好事，可有你好果子吃！救命！原来是家黑店，难怪不让人进去吃饭。臭娘们儿，居然敢跑！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要定你了！喂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这2个保镖，一个是地下南越拳王，一个是自由国际冠军，说出来哪个不是震慑全场的人？你要是这么说，这闲事我还管定了。哼，在整个南越，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上！再不滚，下一个就是你！你给我等着！感谢先生出手相救。不客气。是你！10年前我流落街头，是小妹妹给了我吃的。后来我被师傅带上山，就给了她吊坠。我本以为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，没想到居然和周俊生一样，是个只会揩女生油的混蛋。哎，我真没想揩油啊。算了，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小妹妹也在南越，那就不愁见面了。还是先吃饭，看看师傅给我找的未婚妻怎么样。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找你们总裁。我们总裁？我们总裁天天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见你这种闲杂人等？赶紧走吧。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这个人要找我们总裁，但是他没有预约。你是谁？楚天，找你们总裁履行婚约。您就是楚天师，我女儿的未婚夫。失礼失礼，请楚天师跟我来。我们叶氏集团一直为国家提供资源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现在被他们针对了，我很担心我女儿的安全。既然你和她有婚约在身，不知能否保护她？小天，这就是我的女儿欣然，这就是楚天。是他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昨天耍流氓还没耍够吗？虽然他看起来像个流氓，但毕竟救了我，跟在我身边也会有危险的。欣然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位是中天师的徒弟，也是你的未婚夫，来保护你的。他就是您给我说的未婚夫？我才不要他这个流氓做我未婚夫，更是不需要他保护。胡闹！你忘了前几天被追杀的事情？这可是中天师的徒弟，人品不会差，你们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爸，好了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。小天呐，以后欣然的安全就由你负责保护了。叶伯伯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。这吊坠是我10年前送给她的，但她现在好像不认识我了，我要不要和她相认呢？哎，算了，
他现在好像对我有什么误会，还是等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跟上来！好。喂，你已经站在这儿1上午了，不累吗？不累。既然不累，就去给我买份牛肉面吧。快到中午，我也饿了。我要保护你，不能离开。既然要保护我，就该保护我的一切，包括午饭。快去吧，把我的午饭安全送上来。好。服务员，我要2碗牛肉面，打包。好嘞。爷爷，这天也太热了，梁神医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好了，小希，少点抱怨。咱们好不容易打听到梁神医的消息，咱们就多点耐心，好好找找吧。否则我这病怕是注定没法治了。唉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口中那个梁神医啊，根本治不了这位老伯的病，他已经快死了。不可能，梁神医可是出了名的神医，他治不好我爷爷，难道你能治好？我确实能治。哼，少信口开河了。你要是能治好我爷爷的病，你要什么我们家都给得起。1分钟的事儿。哎，你们谁有风油精？我有。好，谢谢。爷爷，你要了我爷爷的命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等5秒钟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住手！爷爷，你醒了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，爷爷？太好了！多谢神医救治，老夫感激不尽。神医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，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义不容辞。不用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用客气。我的面好了吗？来了，您的牛肉面。神医请留步，我杨家在帝都也算是名门，这是我杨家的卡，送给神医1张。好，多谢。买个牛肉面而已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遇到了点事情，耽搁了。杀手又来了？不是。那就好，先吃饭吧，快饿死我了。叶总，不好了，公司花巨资打造的绿城项目，开发商卷款跑路了。什么？这事我爸知道吗？董事长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这事儿还不知道，需要通知董事长吗？通知吧。先吃饭吧，飞机总会过去的。我没心情吃，你拿下去吧。难道我叶氏集团真的挺不过了吗？喂，叶小姐，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周俊生，你烦不烦？我都说了我不会答应。你就算不想跟我吃饭，也得想想叶氏吧。你们叶氏现在财政出了问题，整个南岳除了我，没人能帮到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你答应和我吃饭，你叶氏遇到的所有困难，我都帮你解决。这次开发商跑路，我们叶氏往里投的3亿资金全部打水漂。要是不能把这个窟窿补上，我爸就会被起诉进局子里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先帮叶氏度过这次难关。没问题，1小时后来龙城酒店，打扮漂亮些，这可关乎了叶氏的生死。欣然，你终于来了，让我等了好久啊。行，别浪费时间了，
我在楼上订了房间，豪华套房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他娘的，你再给老子装，等到了房间里，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女人。刚吃完面就发现叶小姐人没了，听秘书说是跟周俊生来了这里，刚才还看见他们上了电梯，得要快点追上去才行。哎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们不办任何业务，住宿也不行吗？暂时不提供任何服务。那刚才那2个人怎么能上去啊？他们是我们酒店的贵宾，当然享有贵宾权益了。哼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不进行任何服务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找死！什么人在这闹事儿？经理，就是他，是他来我们酒店捣乱。哼，你他妈知道这是谁开的吗？啊，限你1分钟，留下20万，然后赶紧给我滚蛋！那我要是不滚呢？哼，那你就找死！给我上！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我现在有急事，这是你的医药费，赶紧带我上去。这张卡是帝都杨家的，没想到你是帝都杨家的人，怪我眼拙没认出来。这医药费不用您赔了，还望您不要计较我方才的冒犯。原来随手医治的老伯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给我过来！赶紧的，给贵客道歉。贵客不满意，老子饶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你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快带我上去。好，您这边请。唉，周俊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都已经来我这里了，还装什么清高啊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陪我个几天几夜，你们家的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你混蛋！你别过来！唉，又是这招，你们女的不会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吧？我跟你拼了！你奈何不了我的，还是乖乖听话为好。什么人？杀你的人！又是你！给我弄死他！上次那2个保镖被这小子解决之后，我又花重金请了更厉害的保镖，没想到居然还是败在了这个小子手下。若是能将他拉拢，那我岂不是如虎添翼？这位兄弟，我看你身手不错，为什么老给叶家办事？他们都快破产了，能给你多少钱？不如跟我混，我能给你10倍工资。哼，我对垃圾没有兴趣，更不屑待在垃圾堆里。你找死！我现在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楚天，小心！你竟然！你怎么会来？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谢谢你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应该的，不过你为什么会去找周俊生？公司快撑不下去了，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。叶总，不好了，外面员工说您这个月发不出工资，都纷纷要离职。什么？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是。大家都安静，叶总出来了。叶总，外面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开发商跑路了，公司面临巨额赔款。那我们这个月的工资还能发下来吗？叶总，我给公司干了几年，公司承诺今年年底的奖金还能保证吗？公司确实快撑不下去了。兄弟们，既然叶总说的都是真的，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，大家赶紧搬东西领工资吧。大家快住手，不要搬了。让你们别搬了都没听见是吗？都没听见是吗？松手！都听你们叶总讲2句，谁再捣乱，下场就和他一样。各位，公司平时待你们不薄，奖金和各种福利都没有少过你们1分。这次公司确实遇到点困难，但是距离月底还有1星期的时间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应得的钱发给你们。叶总，我们错了。叶总，我为我刚才的行为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也要道歉，是我不对。那就这样，大家都先回去工作吧。相信叶总，给公司1周的时间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你又帮了我一次。没想到这个未婚夫人还不错。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请你吃饭吧。
算是报答你从周俊生手中将我救下，还有刚刚帮我解决麻烦的恩情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哟，这不是叶氏集团的叶欣然吗？现在还有钱来这种地方消费？李月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但她嫉妒心极强，事事都要和我做比较。现在我叶家有了困难，又在这里遇到她，真是麻烦了。听周少说，他上次请你吃饭，你不但没有给面子，还找人把周少打了一顿。周少大度没有追究，你居然还像个没事的人一样来这里消费。与你无关。叶欣然，我早看不惯你了，也不知道你哪里好，居然能让周少对你心生爱慕。李月，我警告你，我心情不好，别惹我。心情不好？是不是想着叶氏倒闭后去哪里流浪呀？老公，他竟敢打我！敢打老子的女人，找死！小子，你也活腻歪了是吧？劝你放手，不然老子饶不了你！我保护的女人，你也敢动？哼！二位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，伤了和气。你是这儿的经理是吧？听说过海木集团吗？我就是那儿的经理，我叫赵金。现在我要进去吃饭，但是我不允许他们两个进去。我们这种行业自然不敢得罪赵经理这样的人物，否则我就没法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了。二位，这个你们开门做生意，哪有赶客的道理？这里可是高消费的地方，以你们叶家现在的经济情况，在这里消费得起吗？所以赶你走，都算是给你面子了。谁说我们消费不起？哼，金卡，这是金卡？怎么可能是金卡？哪里偷来的吧？偷的？这是杨家的金卡。二位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二位是杨家的贵客，二位快进来，这顿饭算我安排了。快进来吧，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二位的。经理，你脑子没事吧？金卡一看就是偷来的，穿得像个乞丐一样。这娘们骂的话要是传到杨家耳朵里，我这天盛饭店就别想开了，必须赶紧阻止他。对，你天盛饭店想得罪我海木集团吗？海木集团在南岳勉强还可以，出了南岳不过是垃圾而已。你听说过杨家吗？就是帝都的杨家。杨家？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是杨家人。还有叶小姐，刚才多有冒犯。老公，你烧糊涂了吧？你跟他们道什么歉啊？再乱说一个试试，赶紧给这位先生还有叶小姐道歉。先生，叶小姐，对不起。快走！二位快跟我进来吧。楚天，刚才在饭店听经理说什么杨家，难道你认识什么豪门大家？哦，就是一个朋友而已。这样啊，刚才在饭店门口多谢你了，这几天你替我解决了很多麻烦。你是我未婚妻，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先回房间，锁好门。好。出来吧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我倒是还真没见过这么狂妄的人。大哥，碰到硬茬子了。妈的，再来！周俊生给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事儿我们必须要给他办好。老二、老三布阵。才三阵，多好的阵法！可惜，施展他的是3个蠢材。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告诉我，谁安排你们来的？否则，你们3个走不出这个房间。放我们一马，我们什么都告诉你。说，是周俊生。又是这个周俊生。老二、老三，快逃！想追上老子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听说了吗？今天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医。是啊，大小姐有救了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？来帮你们小姐治病呢。看来那杀手是故意引我来这里，好让这伙人家把我当成贼人抓住。不过刚才听这2人说的，好像他们的大小姐病了，我也会医术，正好可以借此化解危机。治病需要偷偷摸摸的藏在这里吗？我找不到正门，就从这里进来了。我保证能治好你们大小姐。别在这儿说大话了，我们老爷已经请了神医，他一定会治好大小姐的。至于你，快把他抓起来送进局子里。哎，我真的是来给你们大小姐看病的。小子，别在这儿说大话了。怎么回事？韩管家，这有个半夜翻墙进来的，说是要给大小姐治病，我怀疑他是偷东西的，正准备把他抓起来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楚天。楚天，你就是中天师的徒弟？你认识我师父？当然认识，当年我家老爷病魔缠身，就是中天师治好的。现在我家大小姐病重，一众名医束手无策。既然您是中天师的徒弟，肯定能治好我家大小姐的。哎，还不快给楚天师道歉，他可比名医厉害多了。楚天师对不起，楚天师对不起。楚天师这边请，我带你去见大小姐。好。老爷，这位就是中天师的徒弟楚天师。大小姐，她有救了。什么？您就是中天师的徒弟？没错。哎呀，楚天师啊，您快看看我女儿吧，她自从昏迷了以后，只能靠这些仪器维持生命体征，这你有把握治好吗？可以，不过先让人把仪器给拆了吧。韩管家，快把仪器拆了吧。是，麻烦楚天师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现在睁开眼睛试试。静儿，你终于醒了。爸，楚天师，谢谢你救治我女儿。我王家在整个南岳也算是有些势力，这日后啊，若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王家也在南岳做生意，正好可以让他们帮助叶氏度过危机。我确实有点事情想要麻烦你。现在叶家资金出现问题，没有公司愿意与他们合作。我希望你们能和叶氏合作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给你安排好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总裁，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一批人，要和叶董谈收购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是哪个公司要来收购吗？是周氏集团，那些人都霸道的很，把我们都赶出来了，不让进去。原来是周氏集团，不能进去。站住！周家办事，闲人免进。这里是叶氏集团，什么时候改姓周了？我看你是来找茬的吧，滚回去，别逼老子动手。哼，好，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对我不客气的。找打！哟！空有一副架子，灵活度低，后继乏力，不堪一击。住手！楚天，你没事吧？叶伯伯放心，我没事。都他妈废物！罚你们半年奖金，滚！叶城要是没什么意见，就在合同上签字。爸，这合同咱不能签。叶城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我们收购你，你们的债务我们将和你一起承担。你说的条件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等一下。只是阻止一场不公平的交易而已。小天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合同我无法接受。叶总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没了我们周氏，整个南岳还有谁敢帮你？你就等着后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吧。如果那是我的命，我认。爸，欣然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小天，欣然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叶伯伯放心，会有转机的。转机？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转机啊？做梦呢！怎么没有？韩管家是皇帝集团王家的管家，王老爷子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安排的，他外出基本上都代表着王家。难道叶氏这次真的找到靠山了？难道叶氏这次真的找到靠山了？楚天师，不好意思，这次来的有点晚。不晚，赶紧把这周俊生给打发了吧。是。你爹没来，倒是让你这个小辈来。这是我和叶家的事情，和王家无关吧？你这样插手，就不怕与周家为敌吗？周家，好大的名头，吓唬一般人可以，在我王家面前，周家什么都算不上。你可要想清楚，和周家为敌会是什么下场？威胁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就算是你爹来了，在我家老爷面前也得恭恭敬敬。行，
今天这一切我周俊生记下了，以后我们走着瞧。以后我们走着瞧。韩管家，今日之事，我叶城欠王家一个人情，这以后无论有什么事，只要能帮忙的，必定义不容辞。叶总，今天这事儿您不必谢我，都是楚天师安排的。原来都是小天安排的，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什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叶总，那我们找个地方谈合作吧。好。楚天，这次和王家的合作真是多亏了有你。我说过了，不用感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一开始你来公司找我爸，我还以为你是见色起意，想占我便宜，没想到你帮我解决了这么多麻烦，还帮公司度过了这次危机。没事，只要你现在不误会我就行了。我们走吧，赶紧回去。好。你先回去，我等一下再上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的，我处理一些事情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。快出来吧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气息了。哼，你就是楚天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，原来是个毛头小子，让我来取你的性命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哼，井底之蛙。哼，既然你这么着急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哼。真是小看你了。说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我什么也不会说的。你确定？我说，是朱老板派我来的，他联合了周俊生，要一起搞垮叶氏集团。朱老板是谁？他为什么要针对叶氏集团？朱老板是朱氏集团的老板，之前叶氏集团的发展对朱老板的生意有些影响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这次他听说叶氏集团得罪了周俊生，所以就拉拢周俊生一起搞垮叶氏集团。他们是打算如何搞垮叶氏集团？周俊生给朱老板派了一群厉害杀手，朱老板要劫持叶氏集团，送往云海市的那批芯片。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现在你可以放我一条生路了吧？哼，你这种人就应该去地狱里待着。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处理好了，不过现在叶氏有了新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有人要抢送往云海市的那批芯片。什么？那批芯片已经在送往云海市的路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只能连夜赶过去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。那你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楚天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次芯片能够成功送达云海市，多亏了你。这次芯片能够成功送达云海市，多亏了你。是我应该的。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上一次说请你，结果还是沾了你的光。这次无论怎么说，
也要我请才行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哟，这不是叶氏集团总裁叶欣然吗？这公司快倒闭了，还有心思领着小白脸来吃饭，心可真够大的呀。他是谁啊？周俊生的堂弟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臭娘们敢骂我，信不信我教训你啊？那你试试。你以为这小白脸能护得住你吗？我先教训这小白脸，再教训你。小子，你敢！小子，你敢！太弱了。小子，你敢招惹我，我一定让你知道痛苦什么感觉。哦。小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好。欢迎随时来报仇，不过下次可就要拿命来了，还不快滚！好大的口气！你给我等着！这周芷跟周俊生一样难缠，你惹了他，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别怕，他们还奈何不了我，更何况最近也跟周家结了不少仇，没法避免。更何况最近也跟周家结了不少仇，没法避免。说的也是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叶总，周少来了，就在大厅，嚷着让你和楚天出去。昨天你才打了他堂弟，今天他就找上门来了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我去看看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楚天平白无故打了我堂弟，你们赶紧让叶欣然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让叶氏破产。对，让楚天那个混蛋出来，我要卸了他的胳膊。是谁说要卸了我的胳膊？是谁说要卸了我的胳膊？你平白无故打了我堂弟，这事儿怎么说？平白无故？我是平白无故打的你吗？难道你敢说你没打我？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什么吗？堂哥，他现在还敢威胁我，赶紧揍死他！你少猖狂！你以为你会了点功夫就了不起了？动了我周家的人，我非让你跪地求饶不可！周俊生，那天是你堂弟先动的手，不然楚天也不会打他。叶欣然，你当我傻吗？你跟楚天是一伙的，你觉得你说的话我会相信？那你想怎样？想要息事宁人也不是不行，赔我1万，再把鬼元素交给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赔我1万，再把鬼元素交给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已经查出来，朱老板针对叶氏是为了叶氏新研究出的鬼元素。如果我得到这个元素，成为南岳霸主，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。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跟一个废物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还不得浪费口舌？楚天，我今天就叫你死，给我弄死他！是，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，有你受的。上！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，有你受的。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！怎么可能？这2个人是我特地花大价钱请来的，居然连他们都对付不了楚天。堂哥，这下我们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撤！你竟然敢伤我堂弟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周家将永无止境的追杀你！等着！楚天，今天你杀了周家的人，就是和周家结下了不死不休的结。那又如何？
周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有些担心你。周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有些担心你。别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那你最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一定会小心，我还要保护你。对了，王家给了我2张陆家拍卖会的门票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陆家举行的拍卖会啊？陆家在南越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，拍卖的东西有各种奇珍异宝，这次就有我需要的望星草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小神医，没想到居然能在这儿碰见你。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跟我爷爷来了。楚天，这位是？我上次帮你买牛肉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，顺便帮他爷爷治了病。原来是这样。小希，你又乱跑。爷爷，我没有，我是碰见了上次救你命的小神医。哦，小神医啊，想不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上一次走得匆忙，老夫还没来得及记你的名字呢。我叫楚天。哦，楚神医啊，这次你需要什么？给老夫说，老夫帮你买。我想要望星草。楚天，你要帮我？望星草是很名贵的药材，想买的人一定很多。有杨家的帮忙的话，肯定会很容易的。谢谢你。楚神医放心，老夫一定帮你排下。现在你就跟这位小姐和老夫一起走吧。好。楚神医，下一个就是望星草了。无论你出多少价钱，都由我们杨家买单。那就多谢了。下一件拍品望星草是难得的草药，起拍价9000万。1个亿，1、2千万，2个亿。楚天，大家都在出价，你怎么还不出？3亿。楚神医，你再不去抬价，就让别人抢走了。没事，等加价的人少了，我再去加。3.9亿。3.9个亿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4亿。8号出价4个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4亿1次，4亿2次，4亿成交。太好了，楚天，望星草是我们的了。杨小姐，这次就多谢你了。这没什么的，你救了我爷爷的命，帮你点小忙是应该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跟这位小姐先回去吧。叶小姐，你让杨老伯和杨小姐先送你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暂时不知道他是不是麻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解决的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还不出来吗？楚先生很警觉。你没有刻意隐藏气息，说吧，叫我来干什么？楚先生不用担心，我是陆家人，没有什么敌意，叫我海老就行。我们家少爷想见你一面。见我？可不是嘛。我们家少爷打听到你给杨老爷治好了病，所以想请你到我们家，给我们家老爷治个病。陆家在京中的势力不比杨家少，若是能结交，或许能够对叶氏有帮助。好，那你后天去南湾别墅去接我。好嘞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怎么了？
真的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3号地的竞标项目快开始了，如果我们能拿下3号地的竞标项目，那么我们叶氏集团一定能在南岳闯出一片天地，不再受其他集团的打压。我为了这个项目筹备了很久，3号地的项目我一定要拿下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拿下的。看来这次竞标的人还不少，直到现在3号地的竞标发起者是谁也不知道，对方这么神秘，我倒是有些担心。别担心，你准备了这么久，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。叶欣然，想不到你还敢来竞标3号地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周俊生，你未免也管得太宽了吧？听我一句话，这个竞标你绝对拿不到，不如来求求我，陪我一晚，说不定我心软，送你一个项目呢。滚！别给脸不要脸。他说的什么你是听不懂啊？赶紧滚！他说的什么你是听不懂啊？赶紧滚！楚天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的，走着瞧。我说过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趁我现在还没生气，赶紧滚，要不然我不介意送你去找你堂弟。你别以为你能打就天下无敌，比你能打的大有人在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的。哼，好，我等着。还是那句话，叶欣然，这个竞标你绝对拿不到。放心，一切有我在，咱们走吧。我相信你。在场的各位都是行业的精英，我们集团也愿意与各位合作。谁的项目能让我家少爷满意，这个竞标名额就给谁。现在，各位可以把标书交给我。你们在此稍等片刻，我去拿给我家少爷。楚天，你干什么？给你安全感。谢谢你。叶欣然，你居然相信一个武夫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竞标的事情没人能帮得了你，除了我，所以我之前的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。狗要乱吠，就让它吠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哼，谁接话，我就是在说谁。周氏公子居然变成狗了！不得不说，这小兄弟确实胆识过人，连周公子都敢骂。楚天，别得意，我说过你会死得很惨的。我已经亲自去请武学高手孙叔叔出山了，至今还没人能打得过你。现在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楚天，你这次死定了。各位，你们的想法我们少爷看了，目前只有2家适合我们公司。究竟是谁能得到幕后者的赏识？究竟是谁能得到幕后者的赏识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我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我，不过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见到幕后者，是谁呢？我觉得这2个竞标书中，肯定有我周氏。不错，2家集团分别是周氏集团和叶氏集团，那么剩下的人可以离开了。你们2位，请随我来。楚天，我们入选了，恭喜你。叶欣然，没想到你也拿到了竞标，但竞标书最终只有1个，
我看你拿什么和我周氏斗？别理他，咱们也走吧。三位请稍等。好。我觉得叶氏集团根本没有能力完成3号地的项目，我们周氏才是你们最佳的选择。一切看我家少爷的安排。是。叶欣然，你不会以为……楚天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你还需要挑地方吗？你，闭上你的狗嘴，否则我不介意帮你打烂它。叶小姐，我们少爷让你进去。好，我能带他一起进去吗？可以。那我呢？少爷让你在此等候。叶氏都快破产了，这个项目交给他们只会稳赔不赚，你们可要想清楚。你在质疑陆氏集团的能力？陆氏集团3号地项目居然是南岳4大家族之首陆氏集团主办的。哼，请吧。陆总，叶总来了。叶总，你的计划书我看了，做得非常完美，但是要再听你亲口讲一下对这块地的规划。这块地属于黄金地段，但周围的住宅太多，现在大家对住宅的需求并不高，所以要想稳赚不赔，我的建议是在这块地建一些商业基地，然后呢，出租给一些公司，再在周边建一些基础娱乐设施，这样这块地最后就能很快卖出去。说得非常好，我相信叶氏集团在您的带领下一定能飞黄腾达。多谢您的赏识。好了，那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，我想再听一下周总的意见。好，楚天，那我们走。好，楚天，楚先生，是我，你是？楚先生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，我是陆家的陆子航啊。哦，所以昨晚来找我的海老是你的人？对，我听说您在帝都杨家治好了杨老爷的病，所以我便让海老去请您，想让您为我父亲看病。行，那明天上午吧。行，那太感谢你了，明天上午让他去接你。行，那太感谢你了，明天上午让他去接你。叶总，既然楚天楚先生是你们的人，那你的能力我就非常放心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太感谢陆总，我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情。以后这块地有任何问题，后续尽管来找我。好，这次能拿到3号地，又是楚天的功劳。没想到他不仅武功厉害，医术也如此出众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陆氏肯定看不上你们叶氏的策划书，3号地的项目一定是我们周氏的。叶欣然，你就等着输吧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别逞强了，虽然有王氏跟你们合作，但那也只是一时的。等我拿到3号地的项目，我一定让你哭着来求我。还有你，楚天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好，那我们等着。不好意思，周总，我们陆总已经将项目交给叶总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们陆总还没有见我呢，凭什么把这个项目直接交给他们？你们知不知道叶氏集团就快破产了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项目。你在质疑我们陆总的决定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让你们陆总再听听我的见解。陆总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叶欣然，你别得意。楚天，还有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走。孙叔叔已经到了，楚天，
只要你踏出会场，就等着死吧。只要你踏出会场，就等着死吧。楚天，你什么时候和陆家有交集了？大概是在拍卖会上的时候。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这块地也不会交给我们叶氏集团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就别谦虚了，这次你的功劳最大。你先在这里等着我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一点小麻烦我去解决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切记别乱跑。不用藏了，出来吧。小子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想察觉到你的存在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这次过来是为了杀了你。杀我？其实对付你这种蝼蚁，本来是不需要我亲自出手，但是为了报恩，我才不得不亲自过来。接招吧，小子，让我看一下你能在我手里坚持多长时间。你很强，但你不可能杀了我。小子，说完遗言，直接死吧！小子，说完遗言，直接死吧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击败我？我的武学造诣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就算你10个也不在话下，这不可能！你那点实力，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。不可能！我不可能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击败！给我去死！快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是不可能跟你说的。给我去死！真是可惜了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。楚天，这次合作已经拿下来了，现在就是融资问题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举办一场宴会，招揽一下愿意跟叶氏合作的公司。另外，你可以去银行说明一下情况，准备一些流动资金。谢谢你。经历这几天之后，我发现小天考虑事情真的比我想的还要周到。我以前真不该误会他。没事，不客气。你哪位？楚先生，是我韩老，我家少爷让我接你去陆家。哦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叶氏集团公司楼下。行，我马上下去。你先忙，我该去给陆老爷子治病了。那你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请。楚先生，你可算来了。我父亲一直有头疼的问题，而且最近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已经昏迷了。如果你能把我父亲治好，我们陆家一定会把你视为上宾。好，让我先看看病人。好，楚先生这边请。来。楚先生，你看我父亲的病能治吗？我可以治。怎么可能？老爷子的病可是连云教授都束手无策。小子，你是中医吗？我看你根本就什么都不会，少骗陆少爷了。你连中医最基本的望闻问切都没有，就直接说能治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个骗子。老爷子脑中的血块已经淤积多年，前期靠药物还能够维持住，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药物的作用越来越小，脑中的血块压迫住神经，所以导致老爷子昏迷不醒。你连号脉的过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精准的说出老爷子的病情呢？怎么可能精准的说出老爷子的病情呢？
我根本不需要号脉，这怎么可能？云教授，楚先生的能力你也看到了，请你不要耽误治疗。楚先生，还麻烦您尽快为我父亲治疗。好。楚先生，我父亲的病能治好吗？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。太感谢楚先生了。陆少爷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，他的手法我从未见过，说不定就是为了糊弄您的。是啊，老爷子的病这么严重，怎么可能几针都扎好了？楚先生，等3秒。是谁救了我？这怎么可能？老爷子真的被这小子救活了！爸，是楚先生救了你。楚先生，楚先生，多谢你救了老夫啊！老爷子，您的病还没有根治，刚才的第1次治疗只是为您清除了血块，7天之后我再来给您治第2次。那就麻烦楚先生了，只要能让老夫康复，我们陆家绝对会对得起你。老爷子不必客气，既然已经决心为您治病，我就一定能治好。楚先生，既然这样，老夫自然要有所表示。子航，把我们陆家的贵宾卡送给楚先生1张。不用，老爷子，不必这么客气。这张卡就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收下。你一定收下。如果你们真的想感谢我，那就多帮助叶家吧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哎，那我去送一下。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事情顺利吗？很顺利，陆老爷子已经醒了，只需要再治疗1次，他就能完全康复。那太好了。不好了，叶总，现在所有银行都不愿意借钱给我们。什么？你所有银行都去过了？没错，南岳所有的银行我都跑遍了。这件事我来想办法。是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所有的项目启动都需要资金。这件事肯定有人从背后插手，我再陪你去银行看看。好。叶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是在赶人啊？这位先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再说了，我在和叶总说话，你凭什么插嘴？这是我的朋友，希望你能尊重我朋友。叶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去，把你们经理叫来。先生，我们经理很忙，恐怕没办法接待2位了。如果2位想要询问贷款的事情，麻烦还是直接走吧。这个问题我们经理已经和叶总说得很明白了。为什么不把钱借给叶氏？总要有个理由吧。叶氏在我们银行评估下来的标准，根本无法借贷。我记得我以前在你们这儿借过钱，之前怎么没说什么评估标准不够呢？之前怎么没说什么评估标准不够呢？叶总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借钱的事到时候再说。没事，我来解决。 2位可以出去了。
我刚才说的话，你是听不懂。先生，我们经理确实在忙，你要是再胡搅蛮缠的话，那我只能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。好，我倒想要看看你是怎么把我们请出去的。保安，快来，把这2位赶出去。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帮你走？我想走，无人能留，但是我想要留下来，任何人都赶不走。好大的口气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如果说不呢？我如果说不呢？你们去把他俩丢出去。好的，老大。老大。现在相信了吗？快去叫你们经理。先生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，根本没有资格。好，那你去把经理给我叫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大厅里吵吵闹闹的。如果谁不想干了，可以立刻走人。经理，叶总和他的朋友来了，还把我们的保安给打了。叶总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银行不可能借给你钱的。经理，我们叶氏真的急需这笔钱。你就是这里的大堂经理？不错。你就是这里的大堂经理？不错。今天钱我肯定是不会给你们的，而且你们打了我们的人，也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你的人欠管教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这家银行后面可是陆家，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就会知道惹到陆家会是什么后果。你是能代表这个银行，还是能代表陆家？我现在只想知道是谁不让借款给叶氏，究竟是你们银行，还是银行背后的陆家？在这家银行，我说了算。你破坏银行秩序，等着！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大堂经理也敢管那么宽？是谁给你的权利？陆总，是谁给你的权利？陆总，楚先生，好巧，你也在这里啊！我跟叶总来这里借一笔钱，接待员对我们恶语相向，连这个大堂经理也不愿意借给我们。一个小小的大堂经理居然也敢插手这件事，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，滚！楚先生，至于叶氏集团资金的事儿，我来解决就好了。陆氏集团向叶氏投资5000万。好，谢谢。楚先生您客气了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好，叶总，3号地的事儿您尽管去做就行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打电话。好的，陆总，多谢。好。楚天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帮助叶氏。别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就别谦虚了。小天呀，我们叶氏集团能够起死回生，多亏了你啊！叶伯不客气了，应该的。叶伯不客气了，应该的。看来我选你做欣然的未婚夫，果然没选错呀。爸，先别说这个了。上次我给你的那颗望星草和鬼元素结合的怎么样了？望星草和鬼元素的融合确实能减少治疗癌症的副作用，但效果不是很明显，怕是要加上9叶花才行。9叶花，那可是极其珍贵的药材，想要找到恐怕不容易啊。南岳最大的中医馆可能会有，不过中医堂的人向来傲慢且目中无人，想从他们口中得知9叶花的下落，怕是很难啊。叶伯伯，您别担心，明天我先替你们去看看。真的，楚天，那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你是来买药还是看病啊？有9叶花吗？你是故意来找事儿的吧？什么？什么9叶花？我听都没听过。
赶紧走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你没听过，不代表没有。还有，我是来买药的，你态度极其恶劣，这就是你开门做生意的态度？我看你小子找抽吃吧！小子，我劝你尽早放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不放手，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还敢威胁我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龙爷罩着的，现在你完了！还废话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给龙爷打电话。龙爷，是我。怎么了？龙爷，有个小子来我医馆闹事，还打了我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小子，嘿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。嘿，好，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你口中所谓的龙爷。他口中的龙爷，应该是这医馆的幕后掌权者。或许这位龙爷知道九叶花的下落。待会儿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嘿，是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是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龙爷，就是这小子，故意找事不说，还打我。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今天不把你揍扁喽！哼！没想到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呀！今天让你死在我的拳下，算便宜你了。呀！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告诉我九叶花的下落，要么死。好汉饶命啊！我虽然不知道九叶花的下落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找。好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如果找不到九叶花，我会亲自来取你性命。如果找不到九叶花，我会亲自来取你性命。好，这个地盘是我管辖的，我会尽力尽快找到九叶花的下落。好。楚天，1天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，中医堂的人真的能打探到九叶花的消息吗？还有1个小时，再等等。若是到了时间还没有消息，我就再去一趟中医堂。好。喂，是我，龙爷。楚先生，您吩咐打探九叶花的消息，现在已经有下落了。好，九叶花在哪里？在海关的集中舱里，我现在就在。你有时间过来取吗？在海关的集中舱里，我现在就在。你有时间过来取吗？好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会过去。怎么样？是有九叶花的消息了吗？对，就在海关的集中舱里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走，走。楚先生，您可算是来了。你确定这里有九叶花？当然，这里所有的船运公司都是陆家旗下产业，所有东西都要经手陆家的。以陆家的实力，确实可能拥有九叶花。好，那快让他们拿过来。来人，把箱子抬上来。楚先生，您要的九叶花就在箱子里。打开看看吧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你小子上当了吧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龙爷的后果。
来，把他们砍死他们！有楚天，现在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这个时候还在小妞面前耍帅，今天就将你砍成肉泥！砍！现在该轮到你了。怎么一招都给解决了？楚先生，请你饶了我，我也是一时糊涂。你放心，一定饶了我。这次饶了我，我一定尽心尽力找到九月花。我刚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但是你没有珍惜。楚天，你没事吧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身处危险。你不用感到愧疚，这些小喽啰还奈何不了我。至于九叶花，我们可以找陆家帮忙，以陆家的实力，弄到九叶花应该不难。好，谢谢你，楚天。爸，来客人了。没错，是陆先生来找小天来了。楚先生，您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楚先生，您上次说我父亲7日之后还需要再针灸一次，现在7日时间已经到了，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再去为我父亲针灸一次？好，那现在走吧。行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您跟我来。楚先生，请。楚神医，你终于来了，请坐。你也坐。陆老爷子，近来身体可好些？自从上次神医给我针灸以后啊，好多了。那好，我现在就为你施针。这次之后，你只需要静养3个月，身体便可完全康复。哈，多谢神医啊！陆老爷子，您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，只不过最近3个月需要静养。真是多谢神医啊！我最近听说神医在找九叶花，正好我陆家有一株，不如就送给神医，当做谢礼吧。不如就送给神医，当做谢礼吧。我确实在找九叶花，那能帮上神医就好，否则呀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呢。您看看，这是不是您要找的九叶花？老爷子，这确实是九叶花，多谢您了。哈哈，神医客气了，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我们陆家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神医慢走。子航，快送送神医。好，楚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好。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九叶花？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九叶花？陆家竟然真的有九叶花！真的是九叶花！楚天，谢谢你。能帮到你就好。总裁，出事情了！别急，你慢慢说。公司的芯片出问题了，现在记者都堵在公司的前台。好，我现在过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。走。叶小姐，这次叶氏集团能够起死回生，难道真的是为了降低质量、提高产量，为了选择有欺诈性质的诈骗合同吗？此次质量问题是否真的如汇报所说，是为了公司破产危机度过的手段呢？叶小姐，今日叶氏集团股票狂跌，是否有抛售集团股票、携款逃跑的嫌疑呢？滚！你是谁？保镖吗？这里轮不到你管。信不信我将叶总裁身边保镖打人的事件写成稿子，发布到明日头条？老子说让开！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再不走，后果就和他一样。
我警告你们，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请你们谨慎发言，否则叶氏集团必会追究到底。叶总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公司之前研究了一批智能芯片，发到各个渠道上后，没多久就出现了隐患，集团已经损失了3000多万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那批货呢？现在在哪儿？都在渠道商手里，他们要求赔偿其名誉损失，至少要比市面上高出2倍的价格，而且还要终止和叶氏的供应链合作。没事，就先按他们说的做。就这么做，去办吧。是。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公司内部恐怕出现叛徒了。这批芯片不是近期生产，还好这件事情发生在这段时间，要是发生在前段时间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楚天，我真幸运能这么早遇见你。没事的，欣然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叶总，不好了，周氏集团的人来咱们公司了，我们根本拦不住他们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走。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在这儿嚣张什么？你怎么总是想找死呢？你放心，我迟早弄死你。不过本少爷今天不是来找你的。叶欣然，你们叶氏现在情况不妙，股市大跌，这种情况下，还会有谁会与你们合作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。我说过，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可以送你几个项目。别妄想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以叶家现在的状况，我可以随时收购你。周俊生，这不会就是你周氏为了对付叶氏而使用出来的小伎俩吧？楚天，你少猖狂。叶氏若败，你也蹦跶不了几天。叶欣然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我得不到答复，立马收购了叶氏。哼，走。楚天，谢谢你。这段时间，要不是你在我身边，我可能没有底气拒绝周俊生。我是你未婚夫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肯定不会让周俊生得逞的。谢谢你。什么事？叶总，出卖公司的叛徒找到了。啊！王经理。叶总，我们公司产品出现问题，就是出自王经理之手。我查到他偷偷低价购买一些劣质材料，用来加工我们的产品，所以才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。王经理，叶氏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给那几个钱算什么？哪有我吃利润来的多？王经理，你吃的那点利润，还不如你的工资高。你说实话，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的？没人指使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说，到底是谁指使的你？没人指使我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嘴真硬啊！看来你是留不得了。等等，楚天，反正针对叶氏的集团就那么几家，我们把他送上法庭，好还叶氏一个清白。好，
我听你的。告诉法务部的人，将王经理起诉上法庭。另外，明天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我要当众澄清这件事。好的，叶总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此次芯片问题是我们公司的王经理所为，我们已经开除并起诉了王经理，同时向大家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发生此类问题。我们会为大家继续研发高质量芯片，谢谢各位。欣然，我先出去一会儿。好，你注意安全。完整的证据链，我等会儿让工作人员投放在大屏上。出来吧，不是找我吗？这就是他的破绽，快上！太弱了吧？你怎么这么强？快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为什么杀我？我说了，可否放我一条生路？现在还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说，是孙少爷派我们来的。孙少爷？对，你上次杀了孙少爷的父亲孙震，他这次是派我们来为他父亲报仇的。原来上次在招标会场外遇到的杀手是孙家的人。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你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？哼，休想，去死吧！楚天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突然离开了？没事，只是去处理了一下麻烦。对了，这次发布会开得还算顺利吗？非常顺利，我已经将王经理偷工减料的各种证据呈交给那些媒体了。相信这些证据一出来，我们叶家的名声就能挽救回来了。你做得很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会尽快处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周家趁我们公司还没回暖的时候，在事业上大肆收购叶家的股份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小股东把股份卖给了周家，这可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咱们还是先去财务部看看具体情况。好。怎么样啊？目前集团股份一共有4大部分，叶总持有的已经被稀释到35%，海林投资公司持有17%，周家已经收购了25%的股份，剩下23%的股份还在一些小股东手里。看来这个海林投资公司是关键，给我一份他们公司的资料。好的，叶总。怎么了？海林投资公司隶属于海木集团。海木集团？海木集团？没错，他们集团有个叫赵坚的经理，上次在饭店门口和我们有过矛盾。看来这个海木集团，我要亲自去一趟。好。我陪你一起。好。走吧。什么人？有预约吗？我是叶家叶欣然，来找你们老板谈点事情。叶家，那麻烦你们登记一下吧。好。哟，这不是叶家大小姐吗？
叶小姐不是看不起我们海木集团吗？上次把我老公打成那样，怎么这会儿又过来？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你是来求人的吧？求人呢，就应该有个求人的态度，还摆着一副大小姐的样子。你不会以为叶家还是当年的那个家族吗？上次的事情你还没受过教训吗？这次还敢惹我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早晚让你知道惹了老娘的后果。现在周少正在楼上和我们总裁谈事情，你还是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吧。说不定周少下来，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，还能对你们叶家手软几分。周俊生果然先来了一步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我们赶快上去。我们赶快上去。哼！现在什么人都敢闯海木集团了？别以为从哪儿弄了一张金卡，就到哪儿都能横着走。现在我们总裁正在跟周少谈事情，你们谁也别想上去。区区一个周家，就让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哼！二位请吧，不要让我为难。还真是一群井底之蛙，怪不得你们连南岳都出不去。你敢打我的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不用等，咱们现在就上去。我可是海木集团的经理，你敢打我，你们叶家就完蛋了。我不打你，咱们现在上去，要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我不打你，咱们现在上去，要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好，我现在带你上去。哼！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楚天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无理了。别以为有叶家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。这可是海木集团林总裁的办公室，你们就是这样来拜访的吗？我们并不是针对海木集团，是你们周家咄咄逼人，用些下三滥的手段害我们叶家。你这个话何出此言？人在做天在看。我们叶家到如今的局面，你周俊生从中做了多少事情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们周家对付你们还用手段吗？别以为有王家的帮衬，你们就怎么样了？你们叶家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你们叶家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你们不用再吵了。叶小姐这次来是为了海木投资掌握的叶氏集团的股份吧？我知道这些股份让林总裁为难了，但是叶家做事向来光明正大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收回这些股份。你们还有钱回收股份吗？没钱就赶紧准备交接工作。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愿意陪我几天，我可以给你们保留一点点的股份。周俊生，你痴心妄想！我这是在给你一条明路啊，你别不识趣。这只手如果不想要的话，就直说。楚天，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我一定要让你们……哎！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我一定要让你们……哎！如果你们有什么内部矛盾没解决完的情况下，出去解决完再进来吧。既然大家都想要这些股份，我再攥在手里就无趣了。不过呀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现在开始竞价吧。我出3个亿。怎么了？连一次叫价都不敢了吗？4亿。楚天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跟杨家有点关系就敢胡乱叫价？我是欣然的未婚夫，我凭什么不能帮他叫价？未婚夫？你竟敢跟我抢女人！哼，4亿成交。
什么意思，林总裁？我还没有继续要价。看看都1分钟了，没有加价，相当于你自然退出了。你耍我姓林的！你今天要是不把股份给我，你也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股份给我，你也别想活着走出去。周少，我是个讲信用的人，你威胁我也没有用。今天的交易就这样决定了，我持有的叶氏的股份以4亿的价格卖给叶氏集团了。看来你是不知道我们周家的实力，给我弄死他！是。周俊生，我看你还是不长记性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迟早要你们好看！林总裁，多谢你把股份出给我，我会尽快准备，尽快把钱打到公司的账户上。叶小姐客气了。日后若是叶家再次崛起，还望不要忘了我们海木集团呀。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忘记你的。公司的股价总算稳定下来了，而且有了海木集团这一部分的股权。我和我爸的持股已经超过了50%。周家的股权对叶氏集团构不成什么威胁。朱先生，下周是我父亲的康复宴，希望2位能来参加。好的，陆总，我们一定准时参加。你先去安全的地方。阁下身手不凡，可是造了过多杀孽，一连杀了我孙家2条人命，这个仇我不得不报。一连杀了我孙家2条人命，这个仇我不得不报，所以别怪我以大欺小了。原来你是孙家的人，但是孙家我只杀了孙震一个，其他人的死与我无关。周俊生都给我说了，孙振与孙忠2人都是与你交手之后才惨死的，不要辩解了，手下见真章。无耻小儿，居然用暗器伤人！你这人怎么还用这种阴招？算什么英雄好汉？都说过刚易折，你这双铁掌如果再不治的话，恐怕以后就再难出招。什么意思？恐怕以后就再难出招。什么意思？我这双手掌常年疼痛难耐，你却治好了我的顽疾。我是来杀你的，为何要救我？我这人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如果是我杀的，我肯定会承认。我说了，我只杀了孙震1人，孙忠的死与我无关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查查周俊生，他欺骗了你。看在阁下治好我双掌的份上，我就信阁下一回。告辞。怎么回事？孙家的事情不是已经都解决了吗？怎么又来人了？估计又是那个周俊生在捣鬼。不过孙家的实力不俗，这周俊生把孙家耍得团团转，以后他肯定会自食恶果的。走吧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叶总不好了，昨晚研究鬼元素的实验室被人偷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查监控了吗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人？监控已经查过了，奇怪的是，昨晚那段时间的监控没有任何问题，好像只在眨眼间，实验室就被翻成了一团乱。那鬼元素呢？有没有丢？存放鬼元素的密码锁没有被撬开的痕迹，我刚才已经派人去查过了，鬼元素还在。行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。是。你说，这事会不会是周氏干的？那天，周俊生来我们公司闹事，提到了鬼元素，
想必他已经知道鬼元素的事。不一定，不过能避开监控的人，身手绝对不一般。那我们先去监控室看看。好。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丢东西？实验室只是被人翻得比较乱，东西倒是没有丢。不过好几处密码锁都有被撬过的痕迹，看来就是冲着鬼元素来的。鬼元素保存的十分隐蔽，那人肯定是为了找鬼元素，所以才四处撬锁。既然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，那么这人就一定还会再来。你想怎么做？守株待兔。这个方法管用吗？这个方法管用吗？昨晚他们已经来过了，今天晚上肯定会猜到我们会加强防备。我们现在这样守着，他们真的会再来吗？东西还没找到之前，他们一定会来。况且昨天晚上，他们连翻找的痕迹都没有掩盖，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猖狂。所以今天晚上，他们一定会再来。可是我们只有2个人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别担心，不管他们有多少人，都伤不到我们。他们来了，你在这里躲好，等我回来。好，那你一个人小心。好。你们2个终于来了，今天我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走！还想跑？快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的话，今天谁都别想走出这里。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跟你一起的小妞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欣然，欣然，你在哪儿？凌云大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叶家的小妞长得还真是正点啊，要不是还有大事，我现在就想把你办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是朱氏集团朱老板的人，你身边的楚天杀了朱老板，我自然要为他报仇。是朱老板先动了歪心思，他先打鬼元素的主意，他罪有应得。这小妮子嘴还真犟，等我杀了楚天，拿到鬼元素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你要再不放了我，等楚天来了，你就完了。我完了，你也活不了。快放开他！先问过我的杀手再说吧。楚天，小心！放心，我没事。居然还有心思闲聊！现在到你了。我在这小妮子身上绑了炸弹，只要我心脏停止跳动，那炸弹就会爆炸。只要我心脏停止跳动，那炸弹就会爆炸。哼，就算你很厉害，那你敢杀我吗？难道你不相信？我用手表绑定了我的启动器，只要我心脏停止跳动，那炸弹就会启动。我相信，但我并不会杀你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还真是狂妄，看招吧！你别过来！难道你想看这小妞死吗？我并不喜欢折磨人，但你既然已经把你的生命绑在了这个表上，那我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。
但你既然已经把你的生命绑在了这个表上，那我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。杀了我！哼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楚天，还好你来了，我差点以为我要死了。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怕。走，我现在带你回家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在公司没有找到鬼元素，跑到我家里来找了？不，他们的目的不是鬼元素，而是你。我？对，他们一开始在公司制造出盗窃的痕迹，引我去蹲守，目的就是为了绑架你。如果昨晚我没带你去公司，他们将会在这里把你绑架走。原来是这样。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你先去公司，我下午有事出去一趟，晚上下班的时候我去公司接你。好。小林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这位客人想要购买小区的别墅。这位先生，你知道我们小区吗？金河文苑可是全市数一数二的价格，更何况现在只剩别墅了。小莲难道没有告诉你吗？我知道，我是想来先看看房子。先生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像这种价格高的房子需要看资产证明才能买。就是啊，现在看房不买的人多了去了，难道我们还要挨个接待啊？也就小莲没经验，她被忽悠了。我看她连资产证明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吧。这个证明我确实没有。那先生，您还是回去吧。哎，那边几个小区期房还有50平米左右的小户型，您可以到那边去看看。那这个东西能不能进？当然可以，这可比资产证明有用啊！这金卡需要存款超过1个亿才能申请，没想到真穿的不怎么样，居然还是个有钱人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我现在就带您去看房。先生，要不先喝杯水吧？哼，我要他带我去看。他就是一个保安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介绍。就是，他还拿不到什么优惠啊！不用看了，你直接给我去拿合同去。好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这么神秘？你去了就知道了，走吧。那好吧。你真的把这里买下来了？这里的房价可不便宜，尤其是别墅。就算是叶家当年最鼎盛的时候，我可都舍不得买这里的别墅。原来的房子呀，已经不安全了。这里的安保不错，再加上离公司也近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谢谢你，楚天。谢谢你，楚天。反正以后啊，我们结婚也要买房子，就当是提前买了。说什么呢？结婚的事还早。对了，过2天陆老爷子的康复宴，我得给他准备贺礼，也不知道陆老爷子喜欢什么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等过几天啊，咱们直接出发去陆家就行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感谢各位能抽空来参加我的康复宴。陆老爷子，您太客气了，能来参加您的康复宴是我们的荣幸。
这是我送您的寿山石，希望您能喜欢。陆老爷，这是我送您的血灵芝。这是大书画家画的山河屏风图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郑家也是偶然所得，今天特地送给陆老爷，祝陆老爷身体健康。多谢郑公子的好意，如此贵重又有新意的贺礼，我很喜欢。陆老爷喜欢就好。我听说这次叶小姐也是陆老爷请来的贵客，想必也准备了贺礼，不如打开，让我们开开眼如何？他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郑家公子郑新辰，周巨生的狐朋狗友。叶家都已经快倒闭了，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贺礼？就是连参加宴会都穿得一副穷酸样，怕不是连贺礼都没有准备。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来参加宴会啊？大家今日能来，是我陆岩之幸，我陆家上下都很感激。前不久病重，各位颇为关切，现在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。正是因为陆老爷您刚康复，所以我们才特地取来各式各样的宝物来恭贺您。但有些人仗着您的青睐就空手而来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但有些人仗着您的青睐就空手而来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哈哈，叶小姐的贺礼我早已收到。我前不久病重，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楚先生给我治好的，这份恩情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贺礼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未婚夫看起来穿得土里土气的，怎么可能会治病？陆老爷，您不能为了维护叶小姐就乱说呀。郑公子，你的意思是，陆老爷子他说假话了？陆老爷的病，的确是我的未婚夫楚天治好的，而且我们也为陆老爷带来了贺礼。我们本来想私下交给他，但是你既然这么咄咄逼人的话，我们只好现在献上了。我们要将此物献给陆老爷子，祝老爷子寿比南山。你该不会用一个现代的仿品当做礼物吧？贺礼当然不是这个瓶子，我是医者，贺礼是瓶子里的药丸。贺礼是瓶子里的药丸。药丸？该不会是拿山楂丸糊弄人的吧？请陆老爷子打开瞧一瞧。这是什么？好香的味道！光是闻这个味道，我头脑都清醒了不少。楚先生，这是什么丹药？是七转宝络丹。宝络丹我听说过，能留住人最后一丝气息，延缓病重之人的生机，以便治疗。千金难求的丹药这七转宝络丹，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陆老爷子，您没听说过也正常，这是我师傅在宝络丹的基础上制成的，还没流通到外界呢。这是我师傅在宝络丹的基础上制成的，还没流通到外界呢。那楚公子这丹药有什么效果？这个丹药不仅可以保命，而且它还可以治病，吃完之后没有任何后遗症。那吃了之后岂不是可以起死回生？没想到叶家居然能拿出这样的好东西，真是小瞧叶家了。这下可郑家脸上挂不住了。刚才郑公子还嘲笑叶小姐拿不出像样的礼物，真是自取其辱啊！哼，能拿得出贵重的礼物算什么本事？叶家能力不行，倒闭也是迟早的事儿。
你胡说！凭什么说我们叶家能力不行？那你问问在场的所有人，有谁愿意和你们叶家合作？有能力的公司，大家可都是抢着和人家合作的。我们陆氏集团愿意和叶氏合作。我们陆氏集团愿意和叶氏合作。叶小姐，3号地项目交给你们叶氏以后，我们陆氏集团一致觉得非常满意。听说你们有智能芯片项目，我们陆氏集团愿继续和你们叶氏合作。多谢陆老爷。陆老爷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叶氏集团马上就要倒闭了，和他们合作风险可是很大的。我们陆氏集团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？郑公子，你要是来破坏我的康复宴的，那我只好请你出去了。不敢。前段时间，叶氏集团濒临破产，我一度以为要撑不下去了，没想到，短短几个月内又迎来了转机。这次又达成了和陆氏的合作，这一切真是多亏了你。保护你和叶氏都是我的责任。有你在，我确实轻松了不少，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放松了。今晚月色不错，适合散步。走，我带你走走。怎么了？来了几个杂碎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处理。好，放心。躲躲藏藏的杂碎，出来吧！居然能躲过我们2个的暗器，也算有两下子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们可是帝国顶尖杀手，这次来南岳对付他，简直是我们的耻辱！赶紧解决他，回去交差吧。楚天是吧？我们兄弟来杀你，是你的荣幸。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倘若我们兄弟2人联手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哼，不管你们多少人一起上，在我面前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死。狂妄！今天就让你领教我们兄弟的厉害！狂妄！今天就让你领教我们兄弟的厉害！嘿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休想从我嘴里知道任何消息。很好，那你也没必要再活着了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来说说。我说，是周家花高价请我们从帝都过来的。他们打听到你和叶小姐的消息，让我们在此暗中埋伏，杀掉你，然后再将叶小姐掳走。又是周俊生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能不能别杀我？哼，休想！楚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处理了2个杂碎而已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那边我听到有动静，有点害怕，就过来找你了。那些人是谁？周俊生从帝都请来的杀手。居然又是他，看来他是存心和我们叶氏集团过不去。既然这样，他终究是留不得了。咱们赶紧先回去，外面太冷了。楚天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敢杀我，周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周家，那又如何？你看我怕吗？
终于解决了公司的所有事情。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公司，是从实习生做起，后来经过千辛万苦才成为了公司的高层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越努力，公司的情况就越糟糕。直到你出现，楚天，是你的出现，让公司变得越来越好，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公司以后一定会更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。楚天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还记得你一直带着的那个玉佩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一个小哥哥送给我的。可是现在啊，那个小哥哥就在你眼前，你却不记得他了。你就是10年前和我一起玩的那个小哥哥。没错，欣然，所以10年前你答应嫁给我的承诺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好。